绿茶闺蜜构陷帮她找到工作，但她却勾引自己喜欢的人，瞬间引起同学们的愤怒，然而却被大女主暴杀。原来渣男泰迪附身疯狂求爱，吓得智媛退无可退。就在这时门铃响了起来，她随便找了个借口跑过去开门，可屋里的2个人都没有点过外卖，一致认为快递小哥送错了地方。然而这人就是赖着不肯走，有些焦急的渣男不得不到门口轰他赶紧离开。智媛瞅准时机，一把将他推到门外，然后快速的将门反锁。做完这些，仍旧心有余悸的拉紧门把手，任凭渣男怎么叫喊就是不开门。智媛灵机一动，发消息告诉渣男，他刚才的举动让自己不知所措，有一种很容易被得到的感觉，现在需要一些时间来缓解情绪。没想到这一招果然奏效，渣男回到现在就离开，然而却靠在门上，试图解释刚才泰迪般的行为，可越解释越气，脱口而出女友瘦瘦巴巴的一点都不好看。他可能意识到这样说不对劲，又改口其实喜欢的是女友的内在。待渣男离开公寓后，躲起来的快递小哥才安下心来，原来刚才是志贺为了拯救智媛故意拜托他送错。与此同时，智媛将所有的衣服摆在床上，然后对着镜子一件接一件的比了起来，可似乎没有能拿得出手的。他又拉开化妆品抽屉，里面只有一支口红和一管眼影，至于颜色的话简直一言难尽。忽然绿茶发来消息，提醒不要忘记后天的约会。其实智媛心里是想去的，可人的外在打扮又不是能一触即成的，知道明天结果的他该怎么办才好呢？星期天早上，绿茶再一次提醒智媛，来的时候不要忘记带买给她的耳环，心里却想着毕竟红花得有绿叶来衬。校霸们对于绿茶的到来非常欢迎，因为在这些人的印象里，她既可爱又单纯，极其容易被人利用，经常被穷酸的智媛当成冤大头，吃她的喝她的。然而绿茶却表示智媛很朴素，最近也漂亮多了，等一下她也会来同学会。잠깐만, 제가 여기로 온다고? 다들 주원이 오면 좀 잘해줘. 요즘 마음이 안 좋은 거. 뭐가 마음이 안 좋은데? 绿茶告诉大家，自己把智媛介绍到了EK公司工作，但是她好像对渣男有了好感。校霸们一听这话不愿意了。据几人所知，渣男是绿茶的暧昧对象。绿茶赶紧叮嘱大家，等下智媛来了，可千万不能提这件事。도대체 얘기하지 마. 뭐하려 하는데? 진짜 똥차리가. 就在这时，智媛大步流星的来到了同学会，在场的所有人全都被美得惊呆了，当然也包括设计圈套的绿茶闺蜜。原来昨晚智媛为该怎样打扮发愁时，仓鼠妹妹发来消息，约她星期六出去玩。星期六早上，智媛偶然经过闺蜜买的耳环同款店，一对比才知道假的有多么离谱。仓鼠妹妹妍希立刻弯腰捡起绿茶款，她瞬间就看出来是款假货，不过碍于情面没有揭穿。智媛解释是绿茶送的，妍希脱口而出不是正品，随后故意露出天鹅颈，撩开盖住耳朵的头发。이건 진짜다. 그쵸? 네, 진짜. 镜头一转，妍希请智媛吃辣炒年糕。忽然她想起来明天的同学会，但智媛表示还没决定好去不去，因为以前自己不只是不受欢迎，甚至遭受了霸凌。妍希听后非常震惊，认为得问问霸凌者为什么要那样，必须弄清楚对方是单纯的疯子，还是别的什么原因。如此一来，心里才不会留下疙瘩。智媛被他这么一提醒，忽然茅塞顿开，如此简单的道理自己居然没想到，于是决定去卫生间里听听校霸们接下去讲了什么。可说来容易，智媛不觉得像自己这样的人，一朝一夕就能够退订。妍希认为做足准备的人就永远不会失败，于是打包了2只煎饺放在包里，他要对帮助过自己的人报恩了。一转头，妍希带着智媛来到一家高档的美容会所，声称今天的消费用了自己的会员优惠点，那智媛当然是不能接受的。然而妍希让他不用担心，对店长使了个眼色，店长立刻补充优惠券今天到期，不用的话太可惜了。就这样打消了智媛心中的顾虑，而这一次他也迎来了脱胎换骨的。看着镜中绝美的自己，智媛不自觉地湿了眼眶，紧接着又去挑了一套衣服。这时他看到了一款熟悉的包包，自己死亡当天绿茶背的同款。妍希觉得挺好看的，可以买。 아니다. 이건 나중에. 이건 받아내야 할 사람이 따로 있어. 请和我的老公结婚最解气的一集了，大女主当众揭穿绿茶闺蜜的真面目。原来星期六的晚上，绿茶打来一通电话，其实智媛已经猜到她是来借企划案的，如果换作生前可能毫不犹豫的就会答应，但如今智媛不仅立刻回绝，还特地强调2人的职别有高低，在公司不要直呼姓名为好，以及命令自己去倒咖啡的行为有些建议，大家还是得公私分明一点。然后不给绿茶狡辩的机会，直接挂断了通话。绿茶心里自然是气不过的，紧接着就发过去一条消息，叮嘱务必带上买的那副耳环。 하여튼 좀만 방치하면 지가 얼마나 찐따는 줄 있지. 次日智媛刚到同学会，就立刻惊艳了全场，闺蜜简直不敢相信，曾经衬托自己的绿叶，居然摇身一变成了红花。还没等她想好怎么应对，男同学们就已经展开了攻势，校霸当即嘲讽，耳环都学绿茶的改，一看就是没礼貌的人。然而智媛没说话，只是露出了耳环的全貌。
明眼人一下就看出来二人戴的不一样，智媛的要比绿茶的更有光泽，且更有高级感。舆论瞬间逆转，纷纷嘲笑绿茶学智媛，并且带了假货。原来在参加同学会之前，仓鼠妹妹告诉智媛，绿茶买的耳环可以说是最没诚意的仿品，会送这种东西的人只有一个企图，那就是让戴的人丢脸。于是将自己的借给了智媛。事实证明他说的没错。想到这，智媛起身去了卫生间。他没有忘记来的目的，快速的躲进了生前的那个隔间。接下来就要听听看校霸们说了些什么。没过一会，校霸们走了进来，和上一世一样，校霸2号提醒头头，刚才智媛不再怀疑躲在隔间里，于是头头开始挨个寻找。但这一次智媛主动踹开隔间的门，径直的走到头头的脸上，让其不要在意自己继续讲，因为很好奇从高中开始他是怎么对绿茶的。몰라서 몰라. 수민이 거 다 탐내고 따라하고 네 지금 그 소리도 수민이 거 따라본 거야 봐. 机械耳环智媛可有话说，绿茶的确送来一副，随即从包里掏出来票据，表示绿茶送的是假货，所以他亲自去买了正品，但依旧是姐妹款，这样不是挺好的吗？此外，智媛还想知道自己到底贪图绿茶的什么。 남자 지금 당신하니까 뭔가 수민이 썸나가지고 관심이 있어. 此外，高中还有一个叫白恩浩的，听说绿茶和恩浩交往，智媛非要二人分手，退一万步讲人家绿茶介绍了工作，反过来抢他的暧昧对象，这就太过分了。智媛听后都气笑了，只听一方的说辞，怎么能对另一方有如此恶劣的态度？好歹也去证实一下吧。잘 들어? 智媛将名片递给校霸姐姐，表明是 UK 公司组长的身份，小明已经进入公司7年，绿茶是在自己当上组长的第2年，也就是去年由他推荐进的公司。此时3号想起来曾看过绿茶的履历，证明时间对得上。这时智媛掏出手机，拨通了渣男的电话，并开启面基。 자기야 나 동창인데 전화했었어? 渣男屁颠屁颠的介绍起自己，也就是说勾引暧昧对象是假的。智媛推开校霸们离开了卫生间，就在他拿了衣服准备离开时，绿茶立刻起身喊住了他，而校霸头头也追了上来，嚷嚷其他的事就不提了。可就算再怎么喜欢，也不能让恩浩和绿茶分手啊！如今矛盾拿到台面上来争论，智媛也没什么好顾忌的，表明自己确实喜欢恩浩没错，但绿茶从未与他交往过。 同学会瞬间鸦雀无声，全都在等绿茶的回应。绿茶狡辩知道智媛喜欢恩浩，但二人已经偷偷的交往了，所以才没告诉他。 그게 무슨 말이야? 내가 헤어지라고 했다면 그럼 내가 알고 있어야 되는 거 아니야? 对啊，不知道怎么让分手的。绿茶又改口称智媛知道二人偷偷交往。 내가 알고 있었냐고 모르고 있었냐고. 校霸立刻将绿茶护在身后，嚷嚷智媛太凶了，就是因为这种臭脾气才会没朋友的，干嘛那么较真呢？ 네가 따지길래 나도 지는 줄 알았지. 따지지 않았더니 내가 3년 동안 날 어떻게 때렸는지 벌써 잊었어? 智媛不明白，就拿名片出来澄清了，却说自己脾气差。 명함이 짝퉁인지 누가 알아? 짝퉁은 네가 지금 가방이 짝퉁이지. 校霸一听这句话特生气，嚷嚷分了12期买的，怎么随便质疑别人买假货呢？ 그럼 내가 뭘 더 해야 되는데? 미안하다고! 사과는 해야지 나야. 사과는 너희들이 해야지. 因为绿茶的一句话，智媛被同学们欺负了整整3年，如今又在同学会上这样，倘若只是想单纯的罢了，当然不可能道歉。然而校霸可不想听这些废话，他只想知道绿茶和恩浩有没有交往过。就在这时，恩浩在人群中走了出来，亲口承认没和绿茶交往过。与此同时 ，UK 董事长推长孙志贺联姻，但志贺表示已经有喜欢的人了。 从小到大什么都听爷爷的，任何吩咐也全部照做。这次他想自己做决定。总之爷孙俩的谈话非常的不愉快。事后老爷子让秘书调查一下孙子喜欢的人，不该有的萌芽必须早点铲除才行。原来志贺在几天前联系到了白恩浩，拜托他参加同学会并解除一些误会，可能会对智媛比较好。想到这，志贺有些放心不下，来到了聚会饭店的附近，恰好看到恩浩牵着智媛的手。 那么接下来3个人的命运又会怎样呢？报复最好的方式就是让施害者感同身受。智媛离开同学会后，校霸3人开始轮番质问绿茶。绿茶狡辩智媛比自己升职快了，但校霸可不是傻子，一个被安插进公司的人，怎么可能比安插者升职快？聊到这，校霸2号更气了。绿茶以高管的身份传授了很多求职技巧，作为回报要求请他吃饭，闹了半天都是骗人的。校霸头头觉得这些就算了，谎称和恩浩交往过又是什么情况？其实绿茶一直联系不上恩浩，才落得现在人人喊打的局面。 너네 아직도 이런 얘기해? 어릴 때 얘기다. 우리 이제 31살이야. 그만해. 那校霸头头怎么可能轻易算？因为绿茶的谎话他们被耍了多少？如今所有的事都真相大白了，他们想看看绿茶还要什么花样。绿茶试图靠卖惨缓和关系，突然校霸头头反应过来，这人一直以来都在陷害智媛。智媛整个高中时期被欺负，就是因为绿茶四处散播贪图她的男人，学习她的打扮，想要她所有的东西。 난 강지원 욕하라고 한 적 없어. 니들 마음대로 욕해놓고 왜 나한테 지랄질이야? 校霸们可不惯着绿茶，让他收回虚伪的哀嚎。
绿茶意识到确实有些失态，转头就去卫生间调整情绪了。他简直快要被校霸几人气死，因为他没觉得自己做的有问题。委屈之余拨通了志源的电话，但却始终没人接听。当绿茶再次返回聚会时，所有人都已经不在了，甚至没有一个帮他收包。也就是说，绿茶成了当年的志源。另一边，白恩浩拦住志源，鼓起勇气承认喜欢他。就在二脸尴尬不知所措时，志贺立刻掏出手机打给志源，表示现在需要他帮个忙，有关公司宣传预算的事。志源看了看眼前的恩浩，最终还是答应了志贺的请求。不过久别重逢，二人还是互留了号码。就在志源离开后，恩浩一扭头看到了策划者志贺，他俩的表情瞬间凝固，似乎都知道了对方的心思。镜头一转，二人来到子公司发布会，志贺提出了一个大胆创新的建议，但是集团的保守派都不同意。他希望志源可以支持自己的想法。刚走进展厅，志源就凭借着记忆认出此次的项目会在未来的10年内成为最大的平台，不由得对志贺多了几分欣赏。顽固派的代表人物老朴和金科长一样，是个大色狼，握手时没占到便宜，转而夸赞和美女工作才有意思。和预想的一样，老朴非常不赞同新创意，当着志贺的面辱骂下属，因为在他的印象里，新平台上充斥着大量不堪入目的东西，实际上就是不懂装懂。一旁的志源为了缓解尴尬，立刻解释第一次上那种网站感觉是不好，但自己首次登录时却出现了一个名叫那家伙很好吃的文章，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读了1-2章，发现确实会按照兴趣推荐喜欢的内容。然而认为背对的老朴勃然大怒，警告志源只要在旁边陪笑，当个花瓶就好了，为何要讲这些狂妄的话？志贺强调是因为自己想听员工的建议，所以才会在周末把志源带过来。说白了就是用身份护着他。吃了瘪的老朴又不敢对着董事长的长孙发火，只好转身向一旁发笑的职工撒气。回去的路上，志贺风趣地消除了志源的尴尬，并且叮嘱不要习惯去配合别人。此外，他很好奇那个网站的文章真的好看吗？志源被志贺的调侃逗得时而大笑，时而面颊红晕。期间绿茶闺蜜打来好几通电话，不过她都没有接。忽然恩浩又发来短信，表明重逢后控制不住想联系志源。一旁的志贺看到志源收到消息后开心的样子，不自主地吃起醋来。很快就要到志源家楼下时，他们看到了渣男的身影。志源赶紧调节座椅，试图不被他发现自己，可外面根本看不到车内。志源还没来得及解释，又瞄见了闺蜜，她立刻躺了回去。话分两头，渣男遇到了绿茶，他们俩一起来到志源家门口，却发现门禁密码换了。此时渣男露出了本性，盯着绿茶看，而绿茶喝多了正憋着气，那么他俩能擦出什么火花呢？